常常听到有人向我诉苦，说学佛越学越没底。为什么呢？刚入门那几年，一念佛号心就定，一进佛堂就闻见异香，家里有事求一求，没多久就顺过来了。可修着修着，这些感应突然全都没了，于是就有人慌了，以为是不是自己业障太重，佛菩萨不要我了，是不是最近哪里做错了，得罪了护法神，护法神跑了。诸位，今天要告诉你们一句颠覆认知的话，修行路上有感应从来都不算是一件好事。你们要晓得，真正危险的根本不是你闻不到香味，看不到光了，感应消失了，这算什么危险？真正让你滑向深渊的是你因为这些感觉消失了，心里开始恐慌，然后动作就变形了。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因为这句佛号念着没感觉了，今天听张三说念某个咒语更灵，马上就把念了多年的佛号丢了，去改念那个咒语。明天听李四说某某山上有个大仙，有个高人能看事，立马掏出自己省吃俭用的养老钱，坐着大巴车到处跑去求加持，到处找人算命解梦，甚至让人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有冤亲债主跟着，折腾来折腾去，不仅家里的钱花光了，身体累垮了，连家里人都跟着担惊受怕。佛法讲得很清楚，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心外求法，心向外跑了，完全被外面的境界牵着鼻子走，你这已经走到迷信和执着的死胡同里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护法神如果真的觉得你这个人无药可救，真的要放弃你，毁掉你，他需要大费周章的把你的感应收走吗？根本不需要。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早就告诉过我们，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护法神如果真要毁掉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你感应，不仅给你，还天天给你，变着法儿的给你。今天让你看到莲花，明天让你听到天乐，后天让你觉得浑身发热飘飘欲仙，让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觉得你比道场里的其他人都修得好，让你傲慢，让你目中无人，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活菩萨。等你彻底沉迷在这些虚妄的神迹里不可自拔的时候，你这辈子才是真的毁了，你的慧命才是彻底断了。所以对不对？真正的护法神，那些暗中保护你慧命的善神，他们怎么会害你呢？他们不仅没有离开你，反而是在你修行的关键时刻给你设下了一道极其重要的关卡。我把这道关卡叫做无感关，没有感应的考验。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像大人们教小孩子走路一样。小孩子刚学走路，你做爷爷奶奶的是不是得紧紧拉着他的手？他走2步，你还得夸他一句，给他一颗糖吃，这就是初期的感应。可是孩子总要长大吧？如果你一辈子拉着他的手，一辈子靠喂糖才肯走路，那他永远学不会自己站立。护法神现在把明处扶持你的那只手松开了，把糖收起来了，不是不管你了，而是要看看在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你这个路还走不走，你这句佛号还念不念。这可是一道大关过不去你就退转了，又变成了在六道里打滚的凡夫。过了这道关，你的修行才算是真正上了路。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护法神非要先给他一点甜头，一点感应呢？为什么有的人感应越多，修行反而越容易出大问题？这个事情不讲透，你们心里的那个疙瘩就永远解不开。我告诉你们，
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不管是佛法还是传统的修行路子，把这个感应分得很清楚。大致上来说，感应可以分为3层。哪3层呢？大家心里要有个数。第一层叫做香感。什么叫香感？就是外在的现象。比如你念佛念经，闻到了满屋子的异香，或者看到了什么神奇的光，晚上做了吉祥的梦，甚至有的人去烧香，看到那个香灰打卷，连着好几天都不掉下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让你感觉到的神奇现象，通通都属于香感第2层，叫心感。这个比相感近了一步，就是你可能什么光都没看见，什么香味都没闻到，但是你只要坐下来念这句佛号，心里头就特别安静。以前遇到点什么事，心里慌得不行，晚上睡不着觉，现在呢，遇到再大的事，心里头能稳得住了，不怕了。这就是心感，你的心和佛菩萨的慈悲相应了。第3层，那是最高级的，叫行感。行为的行，不仅心里踏实，而且你这个人的脾气变了。以前是个火爆脾气，一点火就着，现在不发火了。以前嘴巴不饶人，喜欢说东家长西家短，现在不说了，管得住自己的嘴了。甚至在家里，以前不愿意干的家务活，现在愿意心平气和的去干了。这就是行感，真正的把佛法落实到了你做人的根本上。那么一个人刚开始学佛念佛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先遇到相感，会有那么多神奇的外在体验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以前老社会的学徒刚进门，师父总要先变个戏法，或者露一手绝活给你看，把你给镇住了，让你心里佩服，你才肯死心塌地跟着学。你闻到香味了，看到香灰打卷了，心里一激动，哎呀，佛菩萨真灵，护法神真在，于是你念得更起劲了。初学的时候，这颗糖是非常管用的，它能帮你快速建立起信心。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人这个众生啊，习气太重了，贪心太重了，时间一长，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句佛号和那颗糖绑在一起了。一开始你是为了求解脱，为了静心去念佛，慢慢的你就变成了为了求那颗糖去念佛。今天晚上要是做了个好梦，第2天早上起来红光满面，见人就说，我昨天又感应了。要是连着1个星期没做梦，也没有闻到香味，心里就开始嘀咕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念的不对？是不是菩萨不理我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交换心出来了。你把念佛当成了做买卖，当成了和佛菩萨和护法神做交易的筹码。你心里潜台词是什么？是我今天念了1万声佛号，磕了100个头，护法神你就得给我点脸色看看，你就得给我个神奇的感应证明一下。你想想看，你这哪里是在修行？你这是在逼着护法神天天给你发奖状啊！有一位老太太60多岁，退休在家里没事干，跟着几个老姐妹开始学佛念佛。刚开始那大半年，她非常虔诚，每天早晚按时在佛堂做功课。有一阵子，她发现家里的香灰特别神奇，点燃之后，那个香灰不往下掉，而是一圈一圈的往里打卷，卷得像个小莲花一样。哎呀，这老太太一看，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她觉得这是佛菩萨在赞叹她，护法神在鼓励她。她赶紧拿手机拍下来，逢人就拿出来显摆，你看我修得多好，护法神天天都在我家。就这么显摆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老太太点上香，香灰不打卷了，烧了一截就断了，掉在香炉里，第2天还是断的。
连着1个星期，香灰再也没有打过卷。这一下老太太慌了神了，她不找自己的原因，开始疑神疑鬼，觉得家里的风水不对了，甚至觉得是家人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她女儿在公司加班，累得半死，晚上10点多才回到家。女儿饿啊，就在冰箱里找了点昨天剩下的红烧肉，放进微波炉里热了一下，准备扒拉2口饭赶紧睡觉。那个肉香味顺着门缝就飘到了客厅。老太太正坐在佛堂前，盯着那个直挺挺往下掉的香灰，生闷气呢，一闻到肉味，火气趁地一下就冒到了头顶。她冲进厨房，两眼通红，一把将女儿正准备吃的饭碗夺过来，用力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饭菜碎玻璃溅了一地。女儿吓坏了，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老太太指着女儿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说我这几天香灰怎么不打卷了？原来是你这个讨债鬼在家里吃肉，你弄得满屋子荤腥气，把我的护法神都给熏走了。你这是在断我的慧命，你知道不知道？我就快修出功夫了，全被你一顿饭给毁了。女儿上了1天班，又累又饿，被母亲这么劈头盖脸一顿骂，委屈的眼泪直往下掉，哭着说，妈，我就是加个班回来吃口剩饭，我怎么就断你慧命了？你学佛怎么学的连人都不讲理了？大家仔细寻思寻思这个故事，我问你们，护法神真的是被那一碗红烧肉的肉味给熏走的吗？是因为女儿吃了口肉，护法神就嫌弃他家了？根本不是。我告诉你们，护法神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护法神叹气啊，为什么叹气？因为看到这个老太太的心全长到草里去了。她表面上嘴里念着佛，心里天天惦记的却是那点香灰。香灰打卷，她就高兴就骄傲；香灰不打卷，她就恐惧就发脾气。她完全被这个外在的相给控制住了。护法神如果不把这个香灰打卷的感应收走，他就要彻底变成一个神经质，彻底陷入一种神神叨叨的迷信里头去。他总觉得是因为没感应，所以自己发了脾气。其实恰恰相反，是护法神要借这个没感应，让他看清他自己本来面目。你想想看，一念佛号原本是为了熄灭贪嗔痴，是为了家里和睦，为了自己心平气和。结果呢，他为了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迹，为了一截不掉下来的香灰，竟然暴怒如雷，把下班累得半死的亲生女儿骂成了冤亲债主，骂得痛哭流涕。他真正丢掉的哪里是护法神的保佑，哪里是那截打卷的香灰？他真正丢掉的是他第一天跪在佛前念佛时那颗安静的慈悲的想要好好做人的出发心啊。所以如果你们念佛念了几年，突然发现所有的感应都没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抱怨，更不要像这位老太太一样去找家人的麻烦。你要停下来，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我当初是为了什么才念佛的？是为了天天看奇迹，还是为了求个内心的清净？护法神把明处的扶持收起来，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爱护。这就好比大人看到小孩子为了吃糖连饭都不肯吃了，就会把糖收起来，免得把身体吃坏了。但是护法神把这些明处的感应收走，难道仅仅是为了截断你的交换心吗？其实里面还藏着更深的一层用意，可以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种考验。很多人过不去这一关，不仅是因为失去了感应，更是因为在感应消失之后，身心上出现了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变化。很多人跟我讲说，感应没了之后，不
不仅心里觉得空荡荡的，还会觉得自己的脾气变得比以前更大了，贪心也重了，脑子里的各种胡思乱想像烧开的水一样往外翻。以前念佛觉得清净，现在一念佛心里反而有些烦躁。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跑来问我，哎呀，是不是我业障太重，把冤亲债主招来了？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在作怪？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什么脏东西。护法神之所以把明处的福赐收起来，把那些让你觉得舒服的感应撤走，就是在暗中做4件大事。第一，截断你的交换心；第二，造出你的依赖心；第三，翻出你的旧业障；第四，逼着你立下真正的金刚愿。前2件咱们前面讲过了，就是不让你拿佛号去做买卖，不让你天天靠着神奇的感觉来麻醉自己。那么第3件，翻出旧业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一间屋子常年关着门窗，里面落满了灰尘，如果屋里没有开灯，黑咕隆咚的，你走进去什么也看不见，你还以为这间屋子很干净。现在你开始念佛了，这句佛号就像是一盏探照灯，啪的一下在屋子里点亮了。灯一亮，光柱里飘满了密密麻麻的灰尘，角落里全都是蜘蛛网和垃圾。这个时候你能说是这盏灯把灰尘招来的吗？你能说是护法神故意把垃圾扔进你家里的吗？不对呀，这灰尘这垃圾是你心里原本就有的，是你这几十年来甚至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贪心、怨恨、嫉妒和自私自利。以前没有灯你看不见，现在佛光的灯照亮了，它们全部显现出来了。护法神把感应收走，不是不管你了，他此时此刻就站在暗处静静地看着你。看什么？看你在面对这一屋子灰尘的时候，是吓得大喊大叫，扔掉手里的佛珠转身逃跑，还是愿意低下头拿起扫把，老老实实的把这些旧脾气、旧毛病一点一点扫出去。这就是过关。你觉得烦躁，觉得恶念翻涌，恰恰是因为你的修行开始触碰到根子上的问题了。以前那些发热啊、见光啊、闻香味啊，那都是皮毛，都是护法神哄着你玩的。现在要动真格的了，在没有任何好感觉、满脑子都是烦恼的时候，你还能不能降服自己？这就引出了护法神的第4个用意，逼着你立下真愿。什么叫真愿？我讲一个咱们历史上的事，你们听完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修行了。明朝末年有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大德，叫斐义大师。现在很多人学佛，天天盼着身体健康，百病全消，盼着佛光普照，瑞相满天。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那斐义大师简直是修得太差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一生根本没有常人向往的那些神奇瑞相，反而是一身多病，病苦逼身。他最严重的几次大病痛到什么程度？痛到在床上打滚，连坐都坐不起来，几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有一次深冬的半夜，外面寒风刺骨，斐义大师病得最重，他浑身冒着冷汗，骨头缝里像是有1000万根针在扎一样剧痛，发着高烧，连喘气都费劲。如果是换作现在那些追求感应的人，这个时候早就崩溃了，肯定要在心里大喊大叫，佛菩萨，我学佛这么多年，天天念佛，你怎么不保佑我？护法神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把我的病痛拿走？但是斐义大师没有，在那个最痛苦、最孤独，连身体上的剧痛都无法用念佛来压制下去的，
寒夜里他没有抱怨过一句，也没有求任何神奇的境界来救自己。他咬着牙，用尽全身的力气，强撑着身子靠在床头上，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滴。他手里紧紧攥着笔，哆哆嗦嗦地写下8个字：明自性空，生佛不二。写完之后，他闭上眼睛，时时守住心里那一句佛号痛，就让他痛苦，就让他苦。这病苦就是我的业障，我认账，我承受。但是就算我今天活活痛死在这张破床上，我心里这句佛号也绝对不会断。我求生净土的愿心，连哪怕一丝一毫都不会动摇。你们要晓得，这就是真功夫啊！这就是不靠任何感应，只凭着一股极其刚猛的悲愿，硬生生趟出来的成佛之路。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的根从来就不在外界的奖励上，而全凭你心里的那颗愿心。今天有感应，我念佛，明天护法神把所有的感应都收走了，让我生病，让我受挫，让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我还念不念？我还信不信？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还能不能稳住自己的脾气，不去伤人？这才是护法神真正想要看到的答案。不给你发奖状，不给你糖吃，甚至让你摔几个跟头，就是为了逼着你把内心深处那股金刚不坏的愿力给激发出来。靠甜头学佛，你永远是个凡夫，过了这道无感关，能在苦难和平淡中死守初心的，那才是真正的佛子。可是很多人根本不明白护法神的这一片苦心，一看感应没了，业障翻出来了，心里一发慌，马上就开始瞎折腾。这一折腾就容易掉进极其危险的陷阱里去，有些陷阱甚至会把人直接拉进魔道里。我总结了一下，这感应一旦消失，大家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大概有5个，你们听好了，在心里头好好对照一下自己。第一个陷阱就是乱换法门。很多人一看这句佛号念了半年，怎么没动静了，也不发热了，也不做吉祥梦了，正好出门买菜，听张家老太太说，哎呀，我现在念某个咒语可灵了，昨天一念，今天我孙子考试就考了第1。你一听心里痒痒了，马上把念了多年的佛号丢到一边，跑去跟着人家念咒。念了几天发现没用，又听李家老头说某部经厉害，又赶紧去换那部经。你们要晓得，这就像挖井一样，你在这个地方挖了3米没见水，换个地方又挖2米还是没见水，你挖了一辈子，到处都是坑，就是喝不上一口水。真正的修行讲究的是一门深入，感应没了，那是水快要出来前的岩石层，你咬牙凿过去，泉水就喷出来了，你这一换，前功尽弃。第二个陷阱是四处找人解梦。看吉凶这个现象，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头太普遍了，感应没了，心里发虚，觉得肯定是哪里不对劲，于是到处去找那些算命的，或者找什么大仙去问事。一进门就问，大师啊，我以前念佛家里有香气，现在怎么没了？是不是我身上有冤亲债主啊？那些骗子一看你这送上门的肥羊，马上顺杆爬，吓唬你几句，说你家里风水破了，或者你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你花钱去做法事化解。我告诉你们，你这不叫修行，你这叫花钱买恐惧，把心交给了外面的神神鬼鬼，护法神在旁边看着，只能直摇头。第3个陷阱就是强迫自己找感应。有的人脾气倔，以前打坐身体发热，现在不热了，他不甘心，坐在垫子上死死地闭着眼睛，用意念强迫自己，给我热，给我看到光，
在那儿拼命的憋气用力，恨不得把血压都憋上去。还有的人以前闻到过一次异香，现在每次点香就凑到香炉跟前死命的闻，鼻子都快烫到了，心里还急躁的不行。这个道理很简单，感应是自然而然来的，像清风拂面，你越是强求，你的心就越紧绷，心火上炎，弄不好还要生出病来。这哪里是念佛，这是在跟自己较劲，跟自己结仇啊。第4个陷阱是跟道友攀比神迹。很多老朋友去道场不是去修清净心的，是去开表彰大会的。大家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我昨天梦见大白牛车了，我前天看到观世音菩萨对我笑了。你坐在旁边，心里那个酸啊，那个嫉妒啊，心想我每个月给寺庙捐的钱比你们多，我干的活比你们累，凭什么菩萨给你们感应，不给我感应？回到家越想越气，饭也吃不下，看老爸也不顺眼。你看，为了个虚无缥缈的神迹，把自己的清净心欢喜心全丢了，生起了一肚子的贪嗔痴，这算哪门子修行？第5个也是最要命的一个陷阱，就是怨天尤人，觉得被佛菩萨抛弃了，这是交换心破灭后的必然结果。感应一断，家里偏偏这个时候又遇到点不顺心的事，比如老伴儿摔了一跤，或者自己体检出了点问题，这个时候心里的怨气就彻底爆发了。我初一15吃素，我天天磕头念经，佛菩萨怎么不保佑我？这佛法根本没用。一气之下，佛龛盖上，佛珠锁进抽屉，甚至连别人念佛他都要骂上2句，这就是彻底被魔障给吞噬了。楞严经里有一段极其重要的话，可以说是修行人的照妖镜和救命药，里面再三警告我们，在修行路上如果出现了好的境界，这好不好？好，但是有一条铁律，绝对不能执着。经文里讲的意思很简单，看到了好境界，你心里清清楚楚，但不把它当回事，继续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念你的佛，这就叫好境界。但如果你一拍大腿，激动得不得了，心想，哎呀，我开悟了，我成活菩萨了，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你只要升起这么一丝一毫的骄傲和执着，对不起，魔就找上门了。你们要晓得，魔并不全都是长着青面獠牙，躲在黑洞洞的地方吓唬你的。魔要毁掉你，往往是顺着你的贪心来。你怕鬼，他未必变鬼，但你喜欢看佛光，他就专门变佛光给你看。你喜欢闻香味，他就天天让你闻香味。你喜欢神通，他就让你偶尔能猜中几件小事，让你觉得自己会算命了。他给你最想要的东西，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沉迷在里面，让你觉得天下第一，谁也看不起。等你彻底疯魔了，连正常日子都不会过了，他再把支撑你的这些幻象猛地抽走，让你直接摔个粉身碎骨。所以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真正保佑你的护法神，他们有时候恰恰不去给你感应，他们是在硬生生的把你最想要却最容易让你起骄傲心和依赖心的那些神迹给你死死的挡在门外，没有感应。其实就是护法神给你披上的一件防弹衣，挡住了外面的狂风暴雨，也挡住了你心里翻腾的贪念。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感应消失了。既然护法神是在暗中考验我们，保护我们，那我们作为凡夫俗子，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在过这道无感关，还是说自己修偏了，真的退转了呢？这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们，这感应消失了。
大致上可以分出3种情况，只有认清了，你才知道这到底是护法神的考验，还是你自己真的在往下掉。第一种无感，我叫它习惯性无感。什么意思呢？老祖宗有句话讲得透彻，叫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你刚进一个摆满兰花的屋子，哎呀真香，可是你在里面坐了2个小时，你还觉得香吗？你闻不到了，没感觉了，但是这兰花的香气还在不在？还在啊！念佛也是一样，刚开始念，心里那点清凉，那种平安的感觉特别明显。日子久了，你家里平平安安，没出什么大祸事，你自己晚上也能睡个踏实觉，你就觉得太平淡了，没感应了。其实你想想看，在现在这个乱糟糟的世道里，你这一把年纪了，能吃能睡，家里没人生大病，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这本身就是护法神给你最大的感应，最大的保佑啊！只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习惯了反而觉得佛菩萨不灵了。第2种无感叫业障翻面，这个是最折磨人的，也是绝大多数真修行人必须经历的一关。感应没了不说，你突然发现自己脾气变大了，心里乱七八糟的念头只往外涌，甚至平时看着挺顺眼的老伴儿女现在怎么看怎么心烦。你觉得这是退转吗？不一定。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你在大扫除，平时那灰尘藏在沙发底下、柜子缝里，你看不见，觉得家里挺干净。现在你真下功夫去扫了，那一扫把下去，整个屋子瞬间灰尘漫天，呛得你直咳嗽。你能说这是你把家里弄脏了吗？不是啊，那是藏在你心底的脏东西被这句佛号给翻出来了。判断这一种是不是在过关，关键看什么？看你发脾气之后的态度。你虽然发了脾气，但事后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哎呀，我怎么又没忍住？我一个念佛人，今天怎么能说出这么难听的话？你心里会觉得惭愧，甚至会走到佛像前去忏悔，咬着牙告诉自己下次一定要忍住。如果你有这个惭愧心，还在坚持做功课，哪怕你每天心里翻江倒海，我告诉你不要怕，护法神就在旁边看着你，你这是在实打实地消业障，这是真正的在过关。那第3种无感才是真正危险的，叫真实退转。这就是那些被前面讲的交换心给彻底毁掉的人，一看没感应了，没甜头了，立马破罐子破摔，佛号也不念了，经也不抄了，甚至连家务活都不干了。你问他为什么，他有理得很，我这是业障现前了，护法神在考验我，我没有心情干活。他们把所有的懒惰自私通通推给业障和考验。这种人学佛学的贪嗔痴越来越重，家庭责任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心里连一点惭愧心都没有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退转。护法神早就摇头叹息，不管他了，由着他在魔障里头打滚。所以诸位要记住，感应没了之后，判断自己是进是退，绝不是看你有没有看到光，也不是看你梦没梦见菩萨。佛法讲得很清楚，衡量修行真假的尺子从来就只有4把。第一把尺看发心，你是只想的好处求发财，求身体健康才念，还是因为真觉得人生皆苦，为了求个内心的清净和解脱而念？第2把尺看戒行，尤其是你们的口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那张嘴啊跟刀子一样，你量一量，感应没了的这段时间，你那些伤人的话、抱怨的话、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是说的多了还是说的少了？第3把尺看心性，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遇到别人冤枉你骂你，你是一蹦3尺高，非要争个输赢，还是能比以前稍微定得住一点了。第4把尺看责任，你对你的老伴，对你的子女，对你这个家是越来越负责任，越来越宽容，还是打着学佛的幌子天天逃避现实？只有这4把尺子量出来的成绩，才是你在护法神那里真正的分数。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懂了这个故事，就明白了什么叫修行路上真正的高级感应。有个老头以前在单位里是当账房做会计的，算账那叫一个精明。退休以后呢，家里有点闲钱，买了几套老破小的房子租给别人，成了一个包租公。这老头年轻的时候穷怕了，所以对钱看得极重，人也极其刻薄，谁要是欠他1块钱，他能追到人家家里骂上3天。租客要是晚交1天房租，或者把墙面弄脏了一点，他绝对要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毫不留情地扣押金，1分钱都不会退。周围的邻居都躲着他走。后来这老头70岁了，跟着老伴儿一起学佛念佛，念了整整3年。这3年里，他老伴儿偶尔还能闻个香，做个吉祥梦，可他呢，什么感觉都没有。别说闻香见光了，就是心里那点烦躁都没少多少。这老头心里憋屈啊，经常叹气，我这人肯定没佛缘，业障太深了，护法神根本看不上我，念了也是白念。有一天，他的一套出租房里出了事，租客是一对刚从乡下来打工的小夫妻，平时过得紧巴巴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租屋里的旧热水器坏了，不仅坏了还漏水，把地板也给泡坏了一片。老头接到电话，当时火气就上来了，换作以前这还得了，这绝对是一场腥风血雨啊！老头穿上鞋，气势汹汹的就往出租房那边赶。一路上他在心里把骂人的词儿全都编排好了，想着一会儿怎么训斥他们，怎么扣掉他们所有的押金，还要让他们赔地板钱。等他一脚踹开出租房的门，那对小夫妻正吓得哆哆嗦嗦的，蹲在地上拿着毛巾擦水。那个小媳妇眼圈都红了，看着老头吓得连话都说不囫囵。大爷，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赔。那小伙子也低着头，满脸的愁苦和恐惧。老头瞪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刚要张开那张刻薄的刀子嘴开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那一瞬间，他心里突然没来由的一阵发软。平时每天早上干巴巴念的那句佛号阿弥陀佛，突然在脑子里飞快地闪了一下。他看着蹲在地上发抖的小夫妻，那一刻他到嘴边的那些恶毒的话，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地给卡住了。他张了张嘴，没骂出来。老头站在那里愣了足足有1分钟，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身上的火气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下去。他摆了摆手，用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温和语气说，算了，这机器也旧了，坏了就坏了吧，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快别擦了，起来吧，我自己找师傅来修，不用你们赔。说完，老头转身就走，留下那对小夫妻在屋里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头回到家，老伴儿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知道他出去肯定又是大吵了一架。结果看他平静地进门，老伴儿很惊讶，怎么没听到你骂人，扣他们多少钱？老头在沙发上坐下来，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眼圈微红地看着老伴儿，说了一句话，老伴儿啊，我以前总觉得我没感应，觉得佛菩萨不管我，今天我才明白，佛菩萨没给我做梦，也没给我看光，但是佛菩萨把我这张造了一辈子口业的刀子嘴给死死地缝上了。
大家听听，你想想看，这算不算感应？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咱们前面讲的最高级的感应行感。真正的佛光普照不一定要照在你们家墙上，也不一定要照在你的梦里，它首先要照亮哪里？要照亮你的脾气里，照亮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心里。这个老头3年没有一点外在的神奇体验，可他的心被潜移默化地转过来了。那句佛号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他挡住了一次极其恶劣的口业，帮他化解了心里多年的尖酸刻薄。这就是护法神暗中给他的最大加持。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天天哭着喊着求佛菩萨现身。其实当你在家里想发火发不出来的时候，当你面对别人占你便宜你能一笑而过的时候，当你想说别人闲话突然觉得没意思闭上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就是护法神在暗处死死地拉了你一把。这种不露痕迹的保护比你看见满天神佛都要珍贵10000倍。这就是护法神的暗护。只要你不去强求明处的感应，这种暗护就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那么护法神的暗护究竟有哪些不容易被我们察觉的表现呢？你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你绝对经历过这暗中的保护。大概有5种最常见的情况，你们竖起耳朵听听自己占了几条。第一种暗护是让一件看似对你有利实则会让你造大业的事情突然黄了，办不成了。我经常听些老朋友抱怨，说自己看中了一个投资理财，或者看中了一个什么赚钱的小买卖，求佛菩萨保佑能成。结果呢，关键时刻不知道怎么回事，事情被人截胡了，或者资金没凑齐黄了，这人就气得在家里骂街，觉得佛菩萨不显灵。结果过了半年一打听，那个理财是个大骗局，那个买卖因为涉嫌违规被查封了，投钱进去的人血本无归。你想想看，你当时哭天抢地抱怨没有感应，其实那是护法神在暗处死死地拽住了你的衣服，硬生生把你从火坑边上拉了回来啊。第二种暗护是让一个会拖你下水带你走偏的人慢慢地跟你断了联系。有的人学佛之后发现以前经常在一起打牌聊东家长西家短的老朋友突然因为一点小事闹翻了，或者人家搬家了不理你了，你心里还挺难受，觉得学了佛怎么连朋友都没了，是不是自己人缘变差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现在的心念变了，你开始向善了，而那些天天拉着你造口业耗费你心神的人，他们的磁场跟你不对路了。护法神知道你定力不够，再跟他们混下去，你这点刚刚生出来的清净心全都毁了。所以顺水推舟，把这段会拖累你的缘分给斩断了。这不是孤立你，这是在给你清理修行的环境。第三种暗护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让你在准备脱口而出骂人伤人的那一瞬间心里突然停了一下，这是极其重要的加持。你们要晓得，人这一辈子造业最快，伤福报最狠的就是这张嘴。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去，一个家庭就毁了，一辈子的恩怨就结下了。当你火冒三丈，准备用最恶毒的话去刺伤别人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一阵不忍，叹口气把话咽回去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护法神伸手捂住了你的嘴。第四种暗护是让你过去犯的一些小错提前暴露，让你受点小惩罚，吃点小亏，好让你提前止损。有的人平时喜欢贪点小便宜，或者做事耍点小聪明，结果突然有一天被人当众揭穿了，摔了个大跟头，觉得丢尽了脸面。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重业轻报。
如果这点小错不给你挑破，任由你这么发展下去，将来必定酿成大祸，到时候要的可能就是你的命了。护法神让你现在丢脸，是为了保你将来不闯大祸，不堕恶道。第五种，也是最慈悲的一种暗护，就是当你在人生的最低谷遇到了极大的难关，甚至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始终还有那么一线微弱的善念，还有一口气没散，你没疯，没去寻死，也没去报复社会，你还能坐在佛像前，哪怕是流着眼泪也能勉强点上一炷香。那一刻你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连神佛都没理你，其实那正是护法神用无形的网死死地拖住了你往下坠落的身子，护住了你心里最后那一点火种。讲到这里，你们就该明白了，护法神的暗护根本不是为了保佑你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让你天天看瑞相，他们真正死死护卫住的是你的慧命。什么叫慧命？就是你明白是非善恶的那点良知，是你求生托死的那点清醒。钱没了可以挣，面子丢了可以找回来，哪怕肉身病了死了，那也就是这一辈子的业报还清了。但是如果你的慧命断了，如果你的心彻底迷失在贪嗔痴里，彻底迷信了，那你生生世世就全完了，彻底掉进无底洞了。护法神不管你肉体上受多少委屈，他们要保的是你灵魂深处的这根底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有大成就的高僧，他面对神奇的感应和境界时是怎么做的。在东晋时期，有一位净土中的开山祖师叫慧远大师，他老人家在庐山结下白莲社，带着123个人专修念佛。咱们现在的人要是哪天做梦梦见个光，恨不得发让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慧远大师呢，他这一生在念佛的定中，真清清楚楚地看见过3次阿弥陀佛的殊胜瑞相，那可不是模糊的影子，那是实实在在的极其宏大的真境界。但是你们猜他怎么做？他从定中出来，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劈柴挑水，领着大家念佛持戒，对任何人，连他最亲近的弟子，他都只字不提。整整几十年啊，把这么了不起的境界死死地压在心底，绝不拿出来炫耀，绝不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一直到他临终前，他自知识字，才非常平淡地对身边的弟子说了一句：我这一生曾经3次看到过阿弥陀佛的圣像，今天佛又来接我了。说完安详往生。大家想想看，这是何等的定力，何等的清净。如果是咱们凡夫俗子碰上这种神迹，早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早就觉得自己是活菩萨下凡，谁也看不起，天天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磕头了。一旦升起这种傲慢心，境界再好，最后也要落入魔道。慧远大师是在用他一生的行持告诉我们一个铁打的规矩。真正的境界，护法神赐予的感应，那是让你自己心里有个底，让你增长信心的，绝不是让你拿来当炫耀的资本的。好境界来了，不取相，不执着，把它踩在脚下，继续踏踏实实的过你平淡的日子，做你该做的日常功课，这才是大修行。所以啊，把这些全想透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现在经历的五感官，这哪里是退转，这分明是一场极其伟大的反转。护法神真正收走的根本不是对你的庇佑，而是你手里那根不靠神迹就不会走路的拐杖。以前你靠着这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佛门，现在护法神把拐杖一把抽走，
告诉你，你长大了，站直了，不要靠感觉，不要靠甜头，就靠你心里的那股愿心，自己往前走，你能自己走下去，你就成器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有很多老朋友要问了，道理我们都听懂了，也知道这是考验了，可是这拐杖突然没了，我现在心里确实发慌，确实找不到北啊。在日常生活中，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平平稳稳地闯过这道五感关呢？你们别急，我给大家准备了4个极其管用、极其具体的方法，你只要照着做，保准你能安安稳稳地趟过这道坎。这第一个保命的法子，我给它起了个通俗的名字，叫做7日停相。什么叫相？就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些光，鼻子里闻到的那些香味，还有你晚上躺在床上做的那些稀奇古怪、是真是假的梦。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给自己定个死规矩，7天之内彻底停下来。这7天里，你不要去找人解梦，不要去算命看吉凶，不要去盯着那个香炉看香灰为什么断了。如果你念着念着突然感觉身上发热了，或者闻到香味了，你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就行了，绝对不去追，也不去到处跟人显摆。如果连着几天你坐在那里什么感觉都没有，干巴巴的像嚼木头渣子一样，你也不要求，更不要发脾气，你就每天该干嘛就干嘛，忙完了走到佛像前，平平淡淡的把该念的佛号念完。你要把那个天天盼着天上掉馅饼，盼着神仙下凡的浮躁心给彻底死上一回。7天就7天，你什么感应都别管，把自己当成个聋子瞎子，你就看看你的心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到底能不能安稳地静下来。第2个法子叫一门三固定。很多人一看感应没了，心里发毛，像热锅上的蚂蚁。今天听张老头说念某部经能消灾，明天听李老太说念某个咒能见菩萨，马上就把自己念了3年的佛号扔了。还有的人平时每天念5000声，为了求感应，非要逼着自己熬夜念3万声，累得头晕眼花，血压升高，这就全错了。你们要晓得，修行最怕的就是这种没头苍蝇一样的瞎折腾。你要做到3固定。第一，固定一个你最熟悉的法门，认准了一句佛号，雷打不动。第2，固定一个每天能让你安静下来的时间，比如每天早饭后那1小时。第3，固定一个你舒舒服服不急不躁就能完成的功课量。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比你吃饭，每天按时按量吃个8分饱，你胃口就好，身体就壮实。你今天饿1天，明天为了补身体暴饮暴食吃撑了，早晚得把胃折腾出大病来。修行就是细水长流，重点不在于你某一天有多勇猛，而在于你能天天平平稳稳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不要贪多，求个稳当，慢慢的你那个乱糟糟的心就收回来了。第3个法子是最吃功夫的，也是最见真章的，叫每天查3本账。哪3本呢？第1本口业账，你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摸着良心巡视巡视，我今天这张嘴有没有比昨天少说了一句伤人的话？别人嚼舌根的时候，我有没有忍住没去凑热闹？第2本情绪账，今天遇着这个不顺心的事，脾气是不是比以前稍微小了一点？是不是能早1分钟把火气压下来，没在家里大吵大闹？第3本责任账，作为一个念佛人，我今天有没有把家里能帮的忙都帮了？老伴儿提着重东西进门，我是不是赶紧接过来，还是坐在沙发上拨拉着念珠说，你别打扰我清修？我告诉你们，
如果这3本账上的成绩你一天比一天做得好，哪怕你一辈子没做过吉祥梦，没见过1次佛光，护法神也天天在你家房顶上竖大拇指，这才是实打实的长进，这才是真正的把佛法变成了活法。第4个法子叫做无所求的回向。以前你们每天做完功课跪在蒲团上，嘴里念叨的都是些什么？求佛菩萨保佑我儿子发大财，保佑我这把老骨头没病没灾。你想想看，你这哪里是在回向，你这是在给佛菩萨派任务。在做生意啊，从今天起你把这个习惯彻底改掉，感应没了，正是你把心量放大，把私心放下的好时候。你以后回向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在心里说，愿我今天念的这句佛号，不求看到什么神迹，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我自己能够少造1分口业，少伤1个人，少生一点贪嗔痴，求我临命终的那一天，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颠倒，不害怕。你只要把这颗有求于人的心换成这颗无所求的清净心，你的境界立马就天地悬隔，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啊，讲到这里，我必须要给你们敲个响鼓，划一条极其清楚的红线。我常常讲，有些老朋友脑子容易一根筋，听风就是雨，听说现在没有感应是护法神的考验。好家伙，他把生活里所有的毛病和反常通通都往这上面套。有的人因为家里出了点变故，连着半个月整宿的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整个人精神都恍惚了，分不清白天黑夜，甚至眼睛里开始出现幻觉，耳朵里总听到有人说话，家里人吓坏了，劝他赶紧去正规医院看看大夫，吃点药调理一下。他死活不干，两眼一瞪，还骂家里人，你们懂什么？我这是业障现前，我这是在过无感官，这是护法神在考验我的定力，我绝不能吃药，吃了药就破功了。糊涂啊，你这不叫修行，你这叫走火入魔，叫讳疾忌医。你们要晓得，咱们这个肉身它是4大和合的产物，吃五谷杂粮，受寒暑冷暖，哪有不生病的？如果你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失眠，长期的焦虑恐惧，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的吃喝拉撒，连现实和梦境都分不清楚了。你首先要做的绝对不是坐在佛堂里死撑，你赶紧去正规的医院找个好大夫，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休息休息。你得先把你这个现实的生活给稳住，把你这个凡夫的肉身给安顿好，千万不能把你讳疾忌医的固执，把你生活里的失衡全都打包推给护法神的考验。护法神慈悲得很，可不背你这个黑锅。你要死死记住，修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明白、更通达、更讲道理的正常人，绝不是让你脱离实际，变成一个连日子都不会过的神经病。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年纪大了，听完后面忘了前面，没关系，我再最后啰嗦一遍这3个救命的招数，你们千万要死死地记在心里头。第一点，感应绝不是你修行的成绩单，没有梦，没有光，不代表佛菩萨不管你，也不代表护法神离开了。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停止追逐那些外在的相，把心收回来，平平淡淡的把你那句佛号守稳当了。第二点，你们要晓得，护法神可以明着护你，更可以暗着护你。生活里有些事情没能如你的愿，别急着抱怨，那不一定是坏事。你先静下心来看看，他是不是冥冥之中
帮你挡住了一个大错，切断了一段恶缘，或者拦住了一次造口业的机会。能拦住这些，那就是天大的加持。第三点也是最要命的一点，过这道五感关，咱们看的是行为，绝对不看热闹。什么是真功夫？你的脾气能软一点，对家里的责任能多担一点，到了嘴边伤人的话能少说一句，我告诉你们，这才是最可靠最高级的感应。这个道理很简单，学佛念佛真正要改变的，不是让你每天像看戏一样看那些神奇的事情，而是让你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你也心甘情愿地守住心里那一念善心。你能守住，你的命盘就在悄悄地转动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最大的改命从来不是去求什么风水，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你心里头亮堂了，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好风水。老朋友们，今天这番话是我掏心窝子跟你们讲的，你们身边肯定也有很多在一起念佛学佛的老伙伴，有的可能正因为没了感应而天天发脾气，有的可能正到处花钱找所谓的高人看吉凶，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对你有点启发，对你有帮助，我建议你动动手指，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这不是凑热闹，这叫什么？这叫法布施。你发过去让他听一听，也许你这轻轻的一点就能把一个正处在迷茫和恐慌里的人给拉回来，让他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少败坏一次家运。你这不仅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更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的大福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去传播善念，做一个守护家人守护朋友的人，这本身就是一场大修行。如果你认可老头子今天讲的道理，请动动手指给咱们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和祈福。你们可以写一句愿我不足感应，守住一念真心，也可以写愿我与家人同沐佛光。文字有力量，念头有能量，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最终都会化作最亲近的福报，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